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故事会。昨天呢是2025年的9月3号，北京的长安街，中国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这一次真正让外界震惊的是那些带着未来感的武器，高超音速域反舰导弹 YJ-15、17、21，他们专门针对航母和反导系统、防御三件套、高能的激光高功率微波，还有导弹枪，三者组合成反无人机的铁三角，无人系统、隐形无人机、水下潜航器，甚至还有机器人狼、智能陆战力量 Type 100的主战坦克，它能够与无人机协同作战，堪称地面的巨兽。这些画面展示的不只是钢铁与火力，更在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未来的战争正在全面地迈向智能化、无人化和信息化。那加密技术呢？这个本来属于金融和互联网的产物，如果放到军工供应、战时筹资、情报对抗里边，它又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在中国国防部的官网有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研究文章，里面明确的把区块链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并列，结论是它可能对未来的军事格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意外？一个强调去中心化的技术，居然被等级森严的军队而看重。为什么呢？传统的军事指挥系统就像一棵大树，有清晰的主干还有分支，一旦主干被砍断，整个树就会枯死。但区块链网络呢，它更像是一张蜘蛛网。想象一下战时的场景，敌人摧毁了你的总指挥部，传统的系统会瞬间就瘫痪了，但区块链指挥网络不会。即使北京的中心网络被摧毁，广州、沈阳、成都的节点依然能够维持整体的运转。这不是理论，是生存。历史上的最恐怖的战争故事，往往不是敌人有多强大，而是自己人传错了命令。1983年，苏联的预警系统误报美国发射了核导弹，差点引发了第3次的世界大战。如果当时用的是区块链网络，会怎么样呢？每一条作战命令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签名，每一次传输都要全网验证，任何的篡改都会立即被发现。中国的研究报告里边特别提到了导弹指挥系统。想一想，当一枚价值几千万的导弹收到发射命令的时候，它首先要在区块链网络当中验证指令的真实性，只有当超过 51% 的节点确认这确实是来自最高指挥部的合法命令，导弹才会点火升空。这样敌人再也无法伪造命令，让你的武器反过来攻击自己人。任何参过军的人都知道一个笑话，陆军不知道海军在干什么，海军不知道空军去了哪里，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火箭军的导弹瞄准的到底是哪里。这个不是笑话，而是现实。不同的军种之间的信息壁垒，有的时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在战场上， A 部队不知道 B 部队的位置，结果呢误把友军当成敌人开火。这种悲剧呢有一个名字叫做误伤友军。区块链能提供一种解决办法，在保密的前提下实现透明共享。通过智能合约和零知识证明，空军可以知道某个区域有友军在那里边正在活动呢，你不能够现在去轰炸它。但他不需要知道到底是哪支部队，也不需要知道他们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这样既保护了机密，又能避免误伤。不过这份2019年的中国军方的报告也很坦诚地指出了区块链的局限硬伤。第一呢，能耗问题，比特币网络的年耗电量相当于整个阿根廷全国的用电，战时你能承受一个指挥系统吃掉一个省的电力吗？第二是效率的瓶颈，比特币每秒只能处理5笔的交易，以太坊呢大约是15笔，可在一场现代的战争里边，指挥系统每秒可能需要处理数万条的指令。第三是实时性的挑战，区块确认需要时间，比特币呢平均10分钟，以太坊也需要15秒，可在战场上呢1秒钟的延迟就可能决定数百万人的生死。所以军方的结论是，区块链不是万能的解药，但它是一种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工具，关键在于扬长避短，用在最需要的安全性
和可追溯性的环节，而不是幻想它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别忘了，那是2019年的结论，如今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了。像 Solana 这样的高速公链已经能达到每秒数万笔的交易，如果把类似的理念应用在军事级别的私有的链上，或许就能够同时兼顾安全与高效。换句话说，当年的不可能，今天或许正在变成可行。那问题是，在这条路上，不同的国家各自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的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论探索和实验点上，而大洋彼岸的五角大楼已经开始把区块链搬进了真实的战场演习。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美国军方是如何把这些听起来像科幻的设想一步一步变成真正的军事装备。先说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2019年，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其他的士兵在训练场挥汗如雨的时候，美军第75路军创新司令部的一名年轻军官却坐在一个角落里边，对着满屏的代码发呆。他的名字你现在查不到了，因为军方出于安全的考虑抹去了他所有的相关的信息，但他的故事可能比任何一颗新式的导弹都更具颠覆性。这名军官呢，用了6个月的时间，独自开发出一套区块链军用供应链原型系统。听起来非常枯燥，其实呢，它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改变。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阿富汗前线凌晨3点，敌军呢突然发动攻击，士兵们冲向军械库，抓起子弹准备还击。可问题是，你能保证这些子弹是真的吗？听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这正是美军在2007年伊拉克战场上遇到过的噩梦。他们发现竟然有一批弹药是假货，不仅威力不足，关键的时刻还可能卡壳。这些假的弹药到底是怎么混进美军供应链的？没人能够说得清楚。传统的纸质记录和容易被篡改的数据库追溯起来极其困难，但那位军官的系统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每一枚子弹从出厂的那一刻都有了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什么时候在哪家工厂生产写入区块链，用的是哪一批原材料也写入区块链，经过了哪些运输的环节进入区块链，在哪一个仓库存放，放了多久也把它写入区块链。现在呢，每当士兵拿起一盒子弹，只需要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几秒钟内就能看到这批弹药的完整的履历。如果发现任何的异常，比如说时间戳对不上，或者多了不该存在的中转记录，系统马上会发出一个警告。更重要的是效率的革命。过去如果前线的指挥官想知道一批医疗物资什么时候能到达，他需要打10几个电话，查厚厚的纸质档案，再等各个部门逐级回复，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天，或者甚至达到1周。可在战场上，几天就意味着几百条生命或几万条生命，而在区块链系统里边情况完全不同。指挥官只需要打开一个应用，就能实时的看到这批物资现在在哪里，预计什么时候到达，运输途中有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延误，备用方案到底是什么。所有的这些信息呢，几分钟之内就能够更新，而且绝对准确。想象一下，一名士兵在战场上受了重伤，他急需一种特殊血型的血浆，传统的系统下找到合适的血浆可能需要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在区块链的系统里边呢，医疗兵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够查到最近的血库的位置和血浆的保质期，甚至运输路线上是否安全。这不是效率的问题，这是生死的差别。那名军官的原型系统很快就引起了华盛顿高层的注意。在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国会明确要求国防部研究区块链，重点呢放在4个领域。第一呢是战场通信革命，传统的军用电台可能被敌人窃听或者是干扰，但基于区块链的通信系统，每一条信息都要全网验证，即使信号被劫走了，敌人也无法伪造或篡改内容。第二是卫星防护盾牌，现代的战争高度依赖卫星，从导航到情报，从通信到导弹制导。可卫星呢非常脆弱，黑客可能篡改它的数据，
区块链呢能给这些数据加一层防篡改保护装置，任何的异常都会立即的被发现。第三是后勤的供应链，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供应链系统，它后来被扩展到整个的美军从阿拉斯加的基地到中东的前哨站，每一批物资的流动都在区块链上留下了痕迹。第四是核武器的数字锁，这是最机密也最关键的应用。美国呢拥有大概6000枚的核弹头，任何一次的误发都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研究用区块链来保护核武器的指挥系统。总统的核打击命令必须经过全美多个节点的验证，只有当足够数量的节点确认命令确实合法，导弹才会发射。这是人类历史上风险最高的共识机制。不过这些研究并不是美国的专利，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研究中也早已有类似的探索。他们同样在思考如何把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嵌入到高度集中的作战体系里边去。所以当我们再次回望93的阅兵上那些武器的时候，不要只看到钢铁与火力，更要想到的是他们背后或许已经有了一个无形的区块链系统正在默默的运转。它不会开火，但能保证子弹又快又准，还能绝对的真实。它不会飞行，但能提醒战机燃油是否还足够返航。它不能爆炸，但却能确保炸弹不会误伤友军。听起来非常科幻，但这个科幻往往是现实的预告。30年前 GPS 还是军方的机密，而今天呢，人人离不开导航了。20年前互联网只是学术的工具，而现在呢，它连接着全世界。10年前区块链只是极客的玩具，而今天呢，它正在塑造货币的体系。那么10年以后呢，它会不会重塑战争？当中美俄罗斯都在研发军用区块链的时候，当每一件武器都逐渐装上数字大脑，下一场战争可能不仅仅是钢铁与火药的碰撞，而是算法对算法、代码对代码的较量。说到战争呢，钱比子弹还重要，因为没有钱，子弹就造不出来，无人机也飞不起来。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22年的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传统的银行体系瞬间就崩塌了，瘫痪了。SWIFT 的转账被制裁阻断，乌克兰政府眼睁睁地看着救命的国际援助资金被困在层层金融壁垒之外。但就在战争爆发的第3天，奇迹发生了，一个名叫乌克兰道的组织悄然诞生。在组织者里面有俄罗斯朋克乐队 Pussy Riot 的成员诺莎托洛科尼娃，他曾因反对普京而入狱，还有普利斯道的核心成员，以及一群来自全球的 NFT 收藏家。他们的做法非常简单，把一面乌克兰的国旗制作成 NFT， 然后对全世界说，拍下这面数字的 NFT 国旗，你的每一分钱都会变成前线战士的防弹衣。结果呢，让所有人震惊，短短的1周时间，加密货币像雪花一样从世界各地涌入。一个日本的程序员深夜用 0.5 个 ETH 参与竞拍，硅谷的一位匿名的巨鲸直接转入100万美元的 USDC， 甚至还有俄罗斯的反战人士冒着被发现的风险秘密捐出比特币，最终金额超过600万美元。更神奇的是资金到账的速度，传统的国际汇款需要3到7个工作日，还要经过无数中介机构的审核，但这些加密货币从全球各地的钱包只用了几分钟就进入了乌克兰政府公布的官方地址。乌克兰总统的团队甚至直接在推特上公开了收款的地址。48个小时以后，这些数字货币就变成了500架的无人机、2000件的防弹衣、大批的医疗物资和急救包。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主权国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依靠道再加上加密货币来筹集战争资金。传统的金融体系用各种壁垒说 no 说不，而区块链呢用代码说可以 yes。 而另外一边则是完全不同的黑暗画卷。当世界正在为乌克兰的数字筹款
喝彩的时候，在朝鲜的平壤一栋不起眼的灰色的大楼里边，另一群人也在敲击着这个键盘，他们的名字让全球的情报界闻风丧胆。拉萨路组织根据美国 FBI 的机密档案，这个黑客组织直接隶属于朝鲜的总参侦察局，也就是金正恩的情报核心部门。他们的战场不是枪林弹雨的前线，而是加密交易所和 DeFi 协议。让我们回到2016年孟加拉国央行一个看似平静的周五的夜晚，拉萨路黑客呢伪造了 SWIFT 指令，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边，从纽约联储的账户里边盗走了8100万美元。这笔钱很快通过菲律宾的赌场洗白，最终呢流入了朝鲜的核武项目。2017年，他们制造了席卷全球的 WannaCry 勒索病毒，短短的几周内感染了150多个国家的30万台电脑，从英国的医院到中东的加油站，世界仿佛被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但这些呢，都只是他们的热身，真正的大规模的猎杀在区块链的时代开始。2022年的3月，Axie Infinity 的链游的玩家像往常一样准备登录游戏，突然所有人的屏幕全部一片漆黑。拉萨路组织攻破了 Ronin Network 的多重签名机制，在一次操作里边盗走了 6.2 亿美元，这是当时史上最大规模的 DeFi 黑客案。17万个 ETH、2550万个 USDC 在几分钟之内人间蒸发。但这还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开端。2025年，他们策划了一起震惊全球的 Bybit 黑客案。在一次看似普通的转账操作当中，冷钱包资金转入热钱包的那一刻，拉萨路组织成功拦截了这个交易，他们直接盗走了超过40万枚的 ETH， 当时价值接近15亿美元，这创下了加密交易史上的单次金额最高的盗窃记录。但拉萨路组织还是卖早了，如果他们今天卖，那就是3倍，不是15亿美元了，而是45亿美元。联合国的一份秘密报告显示，这些被盗的资产通过非常复杂的混币服务和跨链桥层层洗白，最后兑换成现金，流向了朝鲜的核武与导弹项目。所以当你看到朝鲜的导弹呼啸升空的时候，那枚导弹的燃料费可能来自某个炼油玩家的充值，那个核弹头的研发资金可能来自某个 DeFi 农民被盗的流动性代币，那座发射架的钢铁也可能源自某个 NFT 的收藏家被钓鱼盗走的钱包。这个就是加密世界最黑暗的讽刺。同一条区块链，一边是道的众筹在拯救无数的生命，另外一边呢是黑客洗钱，资助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同一个系统既承载了人性的光明，也放大了人性的黑暗。其实呢，加密与战争的关系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冷战时期，在瑞士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名叫 Crypto AG 的公司，它的广告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加密通讯设备制造商，客户的名单几乎等同于一份联合国的名录。伊朗的最高领袖用它来保护核计划的机密，阿根廷的将军们用它来协调马岛战争，印度外交官用它来传递与巴基斯坦的谈判底线，甚至教皇的秘书处也用它来发送梵蒂冈的内部通讯。全球有超过120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深信不疑，我们的通信已经绝对的加密，敌人绝对破不了。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家中立的瑞士公司早在1970年就被美国 CIA 和德国的边地秘密的给收购了，每一台机器都被植入了精心设计的后门。那些所谓的无法破解的密码，在 CIA 的超级计算机里边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够还原成明文。几十年来120多个国家的最高机密就这个样子被摊在了 CIA 的办公桌上。伊朗的核武研发进度，拉美各国的外交谈判底线，阿拉伯世界的石油价格协议，甚至教皇与各国首脑的私人通话，对 CIA 来讲，这些都是每天的一个早餐的读物。
直到2020年，华盛顿邮报才揭开了真相。原来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情报骗局，就是 CIA 内部所谓的世纪行动，代号 Operation Rubicon。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当年是加密机后门，今天是智能合约漏洞；当年是中立的瑞士公司，今天是去中心化的协议；当年是绝对安全的承诺，今天是代码即法律的信仰。形势变了，但逻辑从未改变。一旦你把信任交给一个被操控的系统，你以为自己住在一座非常安全的堡垒里边，其实那是一个玻璃铸成的房子。在国家层面，这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在个人的层面，可能在一夜之间，你的钱包就会被清零。当我们的故事走到尾声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9月3号的阅兵展示的是钢铁与火力，但真正较量的早已延伸到了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信息与加密的空间。这里边有3道关键的问题。问题一：区块链能不能成为可信的军工总账？当导弹、战机、坦克的供应链都依赖数字化，每一个区块上的数字都可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败。但问题是，谁来验证者？谁来加密者？问题2是加密货币会不会继续成为影子军费？我们已经看到乌克兰用道来筹集军费，朝鲜呢用黑客资助核武。下一场冲突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发现，传统的金融制裁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边已经形同虚设。问题3是所谓的绝对安全，真的安全吗？很多国家都声称我们的系统是去中心化的，不可篡改，绝对安全。可历史会不会再次嘲笑我们的天真？50年前1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曾深信我们的通讯绝对安全，没人能够破解。结果呢，他们的每一个秘密都成了 CIA 的早餐毒。好了，如果这些故事让你重新思考技术与权力、和平与战争，那么你已经是这场数字革命的见证者。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密星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独立思考比任何武器都更珍贵。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在那里你会遇见更多和你一样的人，他们相信理解技术就是理解未来。未来的战争或许没有硝烟，但一定会有算法；没有前线，但一定会有网络。好的，我们下期再见。